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大家应该都有发现，今年10月推出的全新 M5 晶片呢，在苹果的官网上面，所有的数据比较全部都是抓着 M1 在打。那这个意思非常明显，对苹果来说，你们这些死守 M1 的使用者呢，就是最大的钉子户。那我上个礼拜已经帮大家实测过，搭载全新 M5 晶片的 iPad Pro， 在数据上呢，确实是比 M1 的 iPad Pro 强很多。那整体的进步幅度非常大。但还是有很多观众说，他们决定要持续当钉子户。我想最大的原因大概就是 iPadOS 的限制了。让大家在日常使用上面没有办法感受到真正的差异。那毕竟 iPad 就是一个被系统封印的装置嘛，但是 Mac 就不一样了。Mac 呢是真正的生产力工具。所以今天这一支影片，我准备了5台比较具代表性的机器，做了一轮完整的测试，花了很多的时间，工程也非常浩大，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建议。所以不管你现在用的是当年的效能王者 M1 Max， 还是你正在犹豫到底是要入手新款的 M5， 还是多花一点钱买 M4 Pro 的使用者，那看完这支影片，你应该会知道要怎么决定。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台全新的 M5 MacBook Pro。老实说呢，如果你是用 M4 的 MacBook Pro， 甚至是 M3 的 MacBook Pro 的使用者呢，看到这台机器应该会觉得很无聊，因为它跟上一代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啊，一样的模具，一样的 1.55 公斤，一样的太空黑，就连机身两侧的 I/O 配置也没有变，左侧有2个 Thunderbolt 4，那右边有一个 Thunderbolt 4跟一个 SD 卡槽，还有一个 HDMI 接口。那苹果这一次还是一样，只要是基础款的 M 晶片呢，就不会有更快的 Thunderbolt 5可以用。想要更快速的传输速度，你就得花更多的钱。就算你买的是 MacBook Pro 也一样，这个很明显就是故意的。但是如果你是还在用 M1 跟 M2 基础款的朋友呢， M5 有3个改变，对你来说是绝对非常有感的升级。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M5 可以外接双萤幕了。这真的是 M1 使用者永远的痛啊！以前 M1 的基础款呢，你只能外接1台萤幕，如果你想要接2台萤幕的话，你就得去买 DisplayLink 转接器，它又贵啊，又不太稳定。但现在的 M5 呢，继承了 M4 的优良传统，支援在萤幕打开的状态底下直接外接2台萤幕。也就是说，你可以同时把笔电的萤幕加上去2台外接萤幕，达到3萤幕的工作流。光是这一点啊，对文书工作者来说就是无价的体验啊。那第二个是萤幕的升级。M1 跟 M2 的 MacBook Pro 用的还是传统的 LCD 萤幕，只有60Hz， 但 M5 配备的是 Liquid Retina XDR 萤幕。首先呢，它是 Mini LED， 所以在显示黑色的时候呢，就是纯粹的黑，那一种立体感跟沉浸感跟 M1 是完全2个世界的东西啊。而且它支援 120Hz ProMotion， 你在滑网页啊、切视窗的那一种滑顺感是用过就回不去的。再来，它的 SDR 亮度也直接从 M1 的400到500尼特翻倍到了1000尼特。那这代表你在户外工作或者在星巴克靠窗工作的时候呢，萤幕终于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那第3个是前置镜头。M1 跟 M2 的系列前置镜头呢，只是画面清楚一点点的 Webcam 而已，最高只有 1080p。但 M5 跟 M4 一样，用的是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而且支援人物居中跟桌上视角。你可以一边开会，一边把桌上的文件、实体的产品秀给对方看。对于常常需要开线上会议的人来说呢，非常实际。好，聊完了外观跟规格，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这个全新的 M5 晶片实际表现到底够不够力呢？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效能跑分开始。我们用 Geekbench 6来测试 CPU 的表现。先看跟去年的 M4 相比， M5 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大概都有 13% 到 20% 的成长。这个提升的幅度呢，算是稳定的例行性更新啊。但如果我们把4-5年前的 M1 系列放进来比较的话，差距就会非常明显了。我们先看单核的效能，这个对 M1 系列来说呢，其实是有点残酷的啊。因为不管是基础款的 M1 还是顶规的 M1 Max 都一样， M5 的分数已经是快要是 M1 的2倍了。这代表不管你手上的 M1 是哪一台，那换到 M5 之后呢，你开软体、开网页的反页速度就是直接快1倍，这个绝对是非常有感的。再来是多核的效能。多核效能简单来说，就是像在影片转档啊、程式编译或是 3D 算图这些需要大量运算让你盯着进度条发呆的那种工作，它看的就是多核的效能。如果你用的是 M1 的朋友，这个差距直接是2倍以上。就算是跟当年的效能王者 M1 Max 比啊， M5 还是快了 40%。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现在觉得影片转档要跑很久，或是 3D 算图跑不动，那换 M5 的话，就可以直接让你的等待时间大幅的缩短，这个是最直接的生产力升级。那接着我们看 GPU 的部分，跟去年的 M4 相比， M5 的 GPU 提升的幅度竟然来到了 30% 左右，这个比 CPU 的进度幅度还要大很多，代表苹果这一次在 GPU 的架构上面下了很多功夫啊。那如果我们再拿 M1 来比的话，这里的差距更是夸张， M5 的 GPU 跑分基本上是 M1 的2倍以上。这代表你以后在剪片的时候，特效算图的速度也会快很多，玩游戏的顺畅度也会完全翻倍。不过最有趣的还是跟当年的效能王者 M1 Max 的对决。
虽然在 CPU 的测试上直接惨输给 M5 啊，但在 Geekbench Metal 这一种传统的图形运算测试里面呢 ，M1 Max 还是靠着它有32颗核心的这一种核心海战术，赢了 GPU 只有10颗核心的 M5 大概 60%， 维持了它王者的尊严。但是 Geekbench Metal 的测试呢，毕竟是传统的图形运算，现在的3A 游戏大作或是专业的 3D 绘图软体都已经全面转向光线追踪的技术了。所以如果要看这台电脑能不能应付未来的需求，光看传统的跑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测试一下专门针对光追效能的 3D Mark Solar Bay。那跟去年的 M4 比较 ，M5 在光追的效能上又比 M4 提升了将近 50%，这个代表苹果在光线追踪这一块技术上面进步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每一代都是跳跃式的成长。接着我们回过头跟 M1 的系列来比较一下，不管是基础款的 M1 还是拥有32颗核心的 M1 Max， 在光线追踪这一块输得很惨。M5 的光追分数呢，甚至是 M1 Max 的3倍啊！因为 M1 的架构呢，物理上就没有光追加速器，所以让它去跑光追呢，就只能靠软体去运算，效率非常差。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就有在用 Blender 这一类支援光追算图的软体，那拥有硬体光追的 M5 呢，就算是只有10核心，表现也是绝对赢过 M1 Max 的。看完了这么复杂的跑分数字，我们接下来看看在实际的使用上到底会有什么差别。那为了验证刚刚那些跑分的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我特别找了4个不同领域的专业软体，涵盖了 3D 设计、AI 运算，还有2派不同风格的剪辑软体。所以不管你是哪一行的，看完这一段实测，你应该就会知道自己该不该换机了。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3D 设计师常用的 SketchUp， 这边一样是拿苹果迷工作室的 3D 图来做测试，它的大小大概是140 M 左右。然后我们用的是 SU Podium 外挂来做测试。SU Podium 主要是吃 CPU 的多核运算，刚好可以反映出 CPU 的效能差异。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你现在还在使用 M1 的话，那这一次 M5 的升级会让你最有感，时间直接快了1倍。然后就算是当年的王者 M1 Max， 也比 M5 慢了大概快要3分钟啊。这个效率的差距呢，就可以证明 M1 Max 在多核心的架构上面是完全没有办法跟这颗最新的 M5 来比的。当然，跟过去的 M4 MacBook Pro 来比 ，M5 的算图速度也是快了1分多钟。那最快的当然就是 M4 Pro 了，比 M5 还要快了半分钟左右。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追求的是极致的算图速度，那目前的 M4 Pro 还是最好的选择。接着我们来看看 AI 图像生成软体 Draw Things。那 M5 的晶片呢，这次在发表会上，苹果一直强调他们的 AI 运算有多强，甚至喊出了 M5 的 AI 峰值 GPU 效能可以比 M4 高出了4倍。所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这一次直接上了 SDXL 的模型，尺寸设定成 1024×1024， 然后输出了一段复杂的提示词。我们先看一下 M1 的基础款，它跑一张图将近要6分钟，这个速度真的会让人等到睡着。那去年的 M4 呢，我们跑出来 M5 的速度比 M4 快了超过2倍了。虽然没有官方说的4倍那么扯，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这个2倍的提升其实已经算非常不错了。那最有趣的还是 M1 Max， 它靠着那个32颗 GPU 核心，竟然还是可以比主打 AI 的 M5 还要快了2秒钟啊！这么多年啊，还可以有这种表现，当初真的是买到赚到。好，第3个软体，我们来看 Final Cut Pro 的输出测试。这个测试比的是媒体引擎的效率。我们这一次输出的格式是我们最常用的 H.264 格式。如果你还在用 M1 的话，那换 M5 可以帮你省下将近4分钟的等待时间。那即使是去年的 M4 MacBook Pro，M5 也能再快1分钟以上。不过 M1 Max 还是很厉害啊，还是比 M5 快了15秒。所以如果你主要的工作是 Final Cut Pro 的剪辑跟输出，那 M1 Max 目前还是非常够用的。但是对 M4 或者是 M1 的使用者来说， M5 的升级幅度绝对值得换机。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达芬奇的调色档输出。跟 Final Cut Pro 不一样，达芬奇对于 GPU 的核心数跟频宽的需求非常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纯粹考验硬体的测试。我们可以看到 M1 跑完这个专案要花41分钟，这让我回想到当初 M1 的年代真的是每输出一次调色档就会浪费超多的时间，真的让人很崩溃。那全新的 M5 呢，这次倒是进步蛮多的，比上一代 M4 快了5分多钟，这个升级幅度是非常有感的。但就算是 M5 进步了这么多，但还是输给了 M1 Max 很多。我们从这个差距就可以知道，只有10颗 GPU 核心的 M5 想要打赢拥有32颗核心的 M1 Max 还是做不到的。不过目前的中阶主力 M4 Pro 输出只要11分32秒，不只是比基础款的 M5 快了6分钟，甚至还小赢了当年的王者 M1 Max。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靠达芬奇吃饭的专业使用者，那有更多 GPU 核心的 M4 Pro 或是 M4 Max 还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好，测完了严肃的工作软体，最后我们来点轻松的，也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游戏表现。虽然前面看到 M5 的硬体光追跑分很高，但目前在 Mac 平台上面有支援硬体光追的游戏其实还不多，所以我们选择了大家比较熟悉的 3A 大作《恶灵古堡2重制版》来实测，这样比较能反映出目前 Mac 在玩主流游戏的真实效能。
那因为 M1 系列玩 3A 大作的 FPS 都太低了，根本算不上是可以玩的状态，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所以我这次就不列入比较。我们直接来看新旧世代的差异。大家可以看到去年的 M4 呢，跟刚开始的时候有70-80张，但玩了30分钟之后呢，就会掉到60几张。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基础款的 MacBook Pro 只有一个风扇，所以在热量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只能降频了。但全新的 M5 的表现还不错，它一样是单风扇，但跑了30分钟之后呢 ，FPS 基本上没有什么掉。这代表在 M5 的能耗控制的不错，就算只有一颗风扇，也能在长时间维持稳定的输出。当然啦，表现最稳的还是那个配有双风扇的 M4 Pro， 不管你玩多久 ，FPS 还是可以跑满。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绝对的稳定，那物理散热比较好的 M4 Pro 还是首选。所以测试了这么多，我们回到影片一开头的问题，现在到底该不该买这一台 M5 MacBook Pro？ 针对这个问题，我分成3大类。第一种，如果你还在用 Intel 或者是用 M1、M2 基础款的使用者，那不用怀疑这一次的 M5 绝对可以换。就像我们前面实测的，不管是 CPU 的反应速度、剪片算图的效率，还是刚刚看到快逼近 120Hz 极限的游戏表现，那个提升感绝对是翻倍起跳的。更不用说你还会换到那一块超漂亮的 XDR 萤幕，支援 120Hz ProMotion， 还有那个 M1 使用者梦寐以求的外接双萤幕功能。这个不只是效能变强而已，这个是整个使用体验的全面升级，这笔钱绝对花得值得。那第二种呢，你是 M3 或者 M4 的使用者，那我觉得你可以把钱省下来。虽然 M5 的游戏效能变强了，光追的跑分也高了不少，但别忘了你们手上的 M3 跟 M4 其实就已经支援硬体光追了，在日常使用的体感上面呢，跟 M5 真的是没有差到非换不可的地步。那除非你是为了那一点点的算图时间，否则你手上的机器再战1年绝对是没有问题，甚至再战个2-3年都还很能打。那第三种就是预算有5-6万，正在纠结要买 M5 新品还是 M4 Pro 的人，那这个应该是这一次最尴尬的一群人了。虽然我们刚刚实际测试的数据显示呢， M4 Pro 在达芬奇跟 SketchUp 的表现确实比 M5 还要好，但是我这边一定要给你一个超级良心的建议，拜托你忍一下就好。因为根据我们这边收到的可靠内线消息，全新的 M5 Pro 跟 M5 Max 明年大概3月左右就会推出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花了5-6万去买 M4 Pro， 结果过了3个月 M5 Pro 出了，价格差不多，效能更强，功耗更低，到时候你一定会呕死。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工作需要更强的效能，请先忍住，把钱存起来，等明年3月的 M5 Pro 或是 M5 Max 推出的时候，那才是最完美的选择。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次 M5 MacBook Pro 的完整实测，还有针对不同族群的选购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资讯清楚又实用，记得帮我们点个赞，然后热推一下，这个对推广我们的频道很有帮助。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这样以后 M5 Pro 一出呢，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实测影片啦。好，这里是 Apple Fans， 我是威力，我们下部影片见咯，拜拜。